大家好，我是关芷。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名为《中国200年来未解之谜一览》的文章，那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神秘的未解之谜。这些未解之谜，有些确有其事，有的却是有人故意杜撰出来的，甚至是民间传说。这个我们就不多辩解了，我会把支持较高的结论总结出来。至于可信度有多高，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。这第，历史上最长寿的人。说起长寿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的事情。但根据科学家们的分析，人类自然的寿命应该在100到150岁。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我国最长寿的人是谁？据福建省永泰县志记载，这个人叫做陈俊，陈俊汤城人。他生于唐僖宗中和辛丑年间，卒于元泰定甲子，也就是公元881年到公元1324年，足足活了444岁。那么陈俊为什么会活这么久呢？这个据传言，有个小鬼一次把穿生死簿的绳子弄断了，匆忙之下便从生死簿上撕了张纸碾成绳子代替，这撕下来的就是陈俊生死那一张，因此陈俊这才能活这么久。可是阎王爷却是个办事认真的人，为了找出这个遗漏的人，他就派遣了2个小鬼变成小孩子，提着一筐的黑炭在河边洗。陈俊见了十分好奇，于是就询问：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2小鬼说：再把炭洗白。陈俊听完就哈哈大笑地说：我陈俊活了444岁，没见过能把黑炭洗成白炭的。于是当天中午陈俊就死了。当然了，这个说法只是民间传说，类似于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故事，大家不要当真。比较科学的解释是说，在陈俊故居处有一眼水质极好的温泉，这处温泉水温高达73摄氏度，而陈俊长寿，很可能就跟他常年泡这口温泉有关。但什么样的温泉能让人活400多岁？所以说，绝大部分人并不相信这件事。再者，我查了查记载《永泰县志》，发现关于陈俊的记载是记载在《永泰县志野史》卷中。什么叫野史？顾名思义，那便是根据传闻、神话等编写，有的具有真实性，而有的则有待考察。所以说，陈俊活到444岁并不可信。2. 王工厂大爆炸。王工厂大爆炸又名天启大爆炸，它发生在1826年5月初6上午9点。据说在那一天，天空晴朗，但忽然天色骤变。北京城西南角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，天空中一朵蘑菇云正缓缓上升，而且逐渐变大。伴随着冲击波的扩散，大地陡然大震动，许多房屋倒塌，更是有2万余人在瞬间化为了乌有。后来根据调查，这一次爆炸，它的半径差不多是750米，面积更是达到了2.23公里，死伤几万人皆为赤身裸体，身上衣服不知所踪。这也是让人最不解的地方。如果说是火药引起的爆炸，那他们的衣物为何会消失不见？这个有专家猜测，可能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经之处，呈瞬间形成了真空的缘故，这使得衣服破碎。但根据记载，在事后人们发现，在北京的西山，树上挂满了衣服，更是有很多首饰、银钱等器皿，而这些正是那些被爆炸波及的人物品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抓家们的猜测并不可信。那么这些物品是如何抵达10多公里外的西山的呢？这个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再者，这爆炸的威力也太大了些。要知道那时的火药还是黑火药，而造成此次爆炸所需的火药，至少需要1到2万吨的黄色炸药，而1吨黑火药大致相当于0.19吨黄色炸药。咱们取一个中间值，就算1.5万吨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当时王工厂火药库的火药存量要到达7.5万吨，这可是相当于几十年的产量堆在一起。大家想想，这可能吗？后来又有人提出了诸如地震说、陨石说、龙卷风说，但没有一个能合理解释这一次爆炸。3. 神秘飞行事件。这件事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只有只言片语的2句，讲的是1862年，在河北省南皮县有一名船夫被2个不明男子背上天飞行，当他在醒来时，已经在70多里外的地方，有点类似于黄延秋飞行事件，至于真假无处探查。4. 僵尸袭人事件。这件事发生在1872年清朝年间，据说在这一年的7月上旬，平祥土州的彝族部落莫名的死了3个人，因为当时彝族部落与壮族部落2个部落不和，所以他们第一事件就怀疑是壮族部落所为，于是2方就发生了械斗，造成几十人受伤。后来这件事就惊动了朝廷，于是朝廷就派人来处理此事。但在尸检过后，所有人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些伤口根本就不是人类所为。要知道当时的人们那是非常迷信的，于是就找来了巫师做法，并在杀鸡鸭牛羊作为祭品，可能是这些东西所散发出的血腥味，在当天晚上就引来了一群僵尸，他们冲进村子，见人就咬，就连家畜都不放过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村民们那是逃的逃，散的散，而那些跑不动的老人、小孩也就只能等死了。
后来因为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，惊动了广西按察使严树森。听到这件事后，严树森立即赶往事发地。因为他本人并不相信鬼神之说，所以他下令封锁了村庄附近30公里的地方，然后下令烧山。这大火一烧就是7天7夜，之后此地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僵尸袭人的事件。至于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，这个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根据史记记载，说在当地有英吉利人勾结我国奸人，烧杀抢掠，欲行不轨。在捉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躲进了山林，这才有了烧山之举，并没有提到僵尸袭人事件，只说是英国人搞鬼。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